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摆渡。我们都知道，从贫穷变为富有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野心与能力的不匹配也极易消磨人的意志力。但白手起家的故事还是有很多的。哈佛大学的乔伊斯·马特勒教授告诉我们，树立起创富新观念并踏踏实实的行动，不要认为成为富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哈佛大学研究出9个让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自我特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每个人的特质都是20多年、30多年的成长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想要通过几分钟的视频就改头换面有点不太现实，但我想如果几分钟的视频中某一点能给大家带来一丝感触或启发，星河的视频就是有意义的，我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哈佛大学研究导致贫穷的9个原因。1. 犹豫不决。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果断，一直的犹豫不定会让你错过很多的机会。机会并不是何时何地都会有的，而某些机会如果错过了，就可能是一辈子。所以事情一定要当机立断。有一份调查统计人生最后悔的事情，全球调查排名的前2名是后悔当初不够努力，导致一事无成，后悔年轻时选错了职业。其实想一下，都是因为犹豫不决造成的。雷厉风行或许会犯错，但总好过留在原地等，错过机会。怀特黑德说，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成功与收获总是光顾有了成功的方法并且付诸于行动的人。做人迟疑不定，做不出决断，拿不出主意，势必会与成功失之交臂，与财富擦肩而过。如果你希望别人对你有信心，你就必须用令人信赖的方式表现自己。治疗恐惧的方法就是行动，毫不犹豫地去做，让成功的概率从0变成0点几，没准这0点几的概率会让你变成最幸运的那一个。2. 拖延。计划很丰满，执行很骨感。很多时候拖延就是逃避问题和懒惰，经常拖延抱怨，久而久之生活也没了趣味。随着时间累积，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和自我否定，它带给你的永远是消极、倦怠、无聊。拖延的人只会浪费时间，面对目前的困难一拖再拖，不愿正视它、解决它，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并且总会给自己找借口，今天我太忙，事情太多，明天再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创造财富，不要等到明天，明天之后还有明天。但是对于昨天的倦怠没有办法弥补，所以要行动就是今天。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如果想富裕起来，就积极付出行动，改变自己的拖延。即便是拖延也可以成功，但是富裕的40岁跟富裕的60岁是完全不一样的。3. 不能持之以恒。行百里者半九十。世界上80%的失败都源于半途而废。3分钟热度的人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坚持做完一件事后带来的快感和喜悦，对什么都很有兴趣，但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坚持不下去。没有哪一种成功不是努力得来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坚持。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马爸爸这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有太多的成功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只要你坚持，总会有好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坚持下去的信念。4. 害怕被拒绝。厚重而脆弱的自尊心，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感受到的尴尬、失落，大多都和感到被拒绝有关。一个能放下自尊去做事情的人，是专注目标成果导向的人，而一个自尊心强的人，总是在关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所以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候，越是在乎那些举无轻重的底线和小自尊。这是一种恐惧的自卑。哪个成功人士没有碰过壁呢？被拒绝的越多，你的进步就越大，离成功就越近。我们还拿马爸爸来说，他在找工作时候被拒绝了30多次，申请哈佛被拒绝了10次。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在第3次或者第4次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放弃。一个再好的方案都是会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因为害怕被拒绝就不提出。只要你踏出那一步，你才可能距离成功更近。成功就是拒绝与改变结合的过程，只有你大胆发表自己，不怕被拒绝，别人才会看到你的闪光点。5. 自我设限。不要对自己的人生过早地打上句号。每一个人都不普通，即使你40岁了，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也可以脱贫致富。任正非43岁创办华为，宗庆后42岁还一事无成，哈兰山德士66岁创办肯德基。平庸不是失败的借口，只是你不敢努力罢了。自我设限是个杀死我们潜能的杀手。比如我要去学一门外语，可能我觉得自己的基础差，我们在没有做之前就否定了自己。所有的平庸和低成就就是自我设限的后果。
我们自身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我们不应该给自己贴标签，人不可以一成不变，我们需要多方面尝试，只有自己尝试多了，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6. 逃避现实，把自己的人生定义在虚幻和虚拟的世界，把时间浪费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脱离社会注定不可能适应社会而取得成功。格雷厄姆·格林的《命运的内核》中提到，只要是人就必须经历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避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3次的。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不理性的，我们害怕它，用自己的恐惧为它造势，到最后它终于能唬人了，我们就选择逃避了。表面来看，我们似乎是被现实追赶得避无可避，实际上我们败在了自己的恐惧中。能够面对现实就是一种勇敢者的行为，因为在勇敢者来看，现实的疼痛只是一张画着鬼脸的面具。7. 总是找借口，只有失败的人会给自己找借口，成功的人都是在失败的时候反省自己。借口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错误，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100个借口。借口不可以给你带来财富，反省才可以给你带来成功。喜欢找借口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事业没有强烈的欲望，没有执着追求的目标，没有成体系的职业规划，人生也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无担当，常退缩，就使得他们不停地去找借口。有人经常说找借口的人智商高，可以逃避各种难题，但其实难题没有逃脱，反倒失去了一些机会。我们要学会放弃我不能犯错的想法，不去解释太多，而是坦然接受，并给自己改变错误的机会。所谓成长，就是随时把自己推倒重建的过程，推倒是在所难免的。8. 恐惧，恐惧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如果让这种恐惧陷入无限的循环，那么就需要注意了。谨小慎微的懦弱，他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感受，害怕被领导批评，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无能，害怕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在意别人的评价，害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懦弱只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懦弱的人只能成就别人，别人会更加利用你的懦弱，甚至会压迫和剥削。有些人把懦弱当成善良，但真正的善良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让步，什么时候据理力争。汪涵老师说过，我们应当做一个没事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不怕事儿的人。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暴露缺点，更不要害怕别人的否定，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你会发现别人没什么大不了，别人能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到。第9，拒绝学习。打败康师傅的不是他的对手统一，而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让小偷失业的不是警察，而是以支付宝、微信为主的手机支付通道。打败你的不是对手，颠覆你的不是同行，甩掉你的不是时代，而是你传统的思维和相对落后的观念。因为信息技术更新太快，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让自己的认知升级和能力提升。如果要说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学习能力。而且很多身居高位、事业有成的大佬，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是终身学习者，他们都对知识有异于常人的渴求。巴菲特就是一位终身学习者，他每天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在自己的书房或者办公室静静度过的，每天看书的时间至少在5个小时。学习是我们进步的基础，社会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我们每天都必须学习，更新自己的各方面，我们才可以更有力的与别人竞争。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所谓的聪明都是真正的终身学习者。哈佛大学的教授说，踏踏实实的朝着一个目标又一个目标前进，才是成为富人的第一步。如果总有人会成为富人，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迈出这第一步吧。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